癌症这两个字总让人闻之色变，许多人以为对抗癌症只能依靠昂贵的药物、漫长的化疗以及痛苦的放疗。但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抗癌方法，90%的医生不会主动告诉你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秘密。一位资深肿瘤科医师透露，只要做对一件事，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可以显著提高。这究竟是什么方法？医生为什么不提？难道真有被隐藏的抗癌奇招吗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在展开解答之前，先想象一个场景，你正站在抗癌战争的战场上，癌细胞犹如体内的敌军，不断扩张，而传统的治疗手段，手术刀、化学药剂、放射线就像外来的强大火力，直轰敌阵。我们的医生就像指挥官，调度这些武器，希望歼灭癌细胞。然而，在这场战争中，其实还有一支隐形的盟军往往被忽略，那就是你自己的身体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潜藏着强大的抗癌力量，免疫系统会识别并消灭异常的细胞，自我修复机制会修缮治疗带来的创伤，而这股力量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生活。然而，多数医生在诊疗时往往专注于如何攻击癌细胞，而较少花时间教导病人如何强化自身。这并非医生刻意隐瞒，而是传统医学体系里，医生扮演的是治疗者的角色，很少有时间深入指导病人的生活调养。于是就出现了90%医生不会告诉你的抗癌方法这样的说法。其实这个秘密并不神秘，也不昂贵，更不是什么最新奇的尖端科技，它甚至有点平凡，平凡到可能让人失望，但往往最平凡的道理才是最致命关键。这位肿瘤科医师把它总结为4个方面：睡眠、饮食、运动、心情。他形象地称这4大要素为抗击癌症的4大将军。没错，我们每天睡觉、吃饭、活动以及我们的心理状态，决定了我们体内的环境，是让癌细胞如鱼得水，还是让它陷入重围，寸步难行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吗？但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件事，也就是调整你的生活方式，并充分调动自身的治愈力，能够极大提升抗癌的胜算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解析这4大方面，看看他们如何左右癌症战场的局势，以及为什么多数医生没有好好告诉我们其中的奥妙。1. 睡眠，夜晚自动生成的抗癌药。想象一下，有一种药每天夜里都会自动在你体内产生，不花1毛钱，却能帮助修复细胞、增强免疫，甚至抑制肿瘤生长。这听起来像神话，但其实真实存在，而且名字就叫睡眠。充足而良好的睡眠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有效的恢复神器。然而，现代人常常忽视睡眠的力量，熬夜、失眠成了常态。我们的身体就像一支日夜作战的军队，如果得不到休息和补给，战斗力必然下降。对抗癌症更是如此。睡眠期间，人体会分泌出一种重要激素——褪黑激素。它不仅引导我们进入深度睡眠，还被研究发现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。当环境昏暗，我们进入睡眠时，褪黑激素的分泌量达到高峰，悄悄地发挥着抗癌作用。反过来，如果长期熬夜或睡眠不足，这种天然的抗癌激素就无法正常释放，免疫系统的效率也会降低。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医生很少在门诊时强调你一定要早睡多睡，他们也许会嘱咐一句注意休息，但很少详细解释为什么。事实上，良好的睡眠品质对癌症病人的影响可能比一瓶补药还大。研究统计发现，长期睡眠不足的人罹患癌症的风险明显升高，而已经罹癌的患者中，睡不好的人复发率和死亡率也较高。这数据背后的机制，除了褪黑激素降低之外，还有免疫细胞的夜间修复问题。我们身体里负责杀伤癌细胞的自然杀手细胞 NK 细胞，在睡眠充足时更为活跃，反之则可能打盹偷懒。90%的医生不会告诉你的是，睡个好觉竟然也是抗癌处方之一。听起来很荒唐吗？其实一点也不。试想，当你睡着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就是在进行一场夜间准备战，修复、
被治疗损伤的正常组织，清理掉日间产生的突变细胞，重整免疫军队的士气。而熬夜就像在战时关头撤掉了后勤补给，长此以往，再强的战士也难以招架持久战。所以要战胜癌症，我们首先要重视的竟是一件看似平凡的事，好好睡觉。每天确保充足的睡眠，一般建议至少7到8小时，并尽量在夜晚11点前入睡。因为半夜时分是身体分泌褪黑激素和进行细胞修复的黄金时间。睡前放下手机和烦忧，营造黑暗舒适的环境，让身体进入深度睡眠状态。有人说，睡觉睡到自然醒，癌细胞都被气死了。这虽是笑谈，但也道出睡眠对健康的重要。当然，实际情况是，癌症病患由于种种原因，治疗副作用、焦虑等，常常睡不好。这时更需要主动寻求解决之道，可以和医生讨论是否需要短期助眠药物帮助，也可以学习一些放松技巧，如睡前泡温水澡、静坐冥想或听柔和的音乐，让交感神经安静下来。记住，睡眠不是偷懒，而是积蓄力量再出发。医生不一定会把好好睡觉写在处方笺上，但它对你的康复却至关重要。2. 饮食，别饿着自己，也别喂养癌细胞。民以食为天，对癌症患者而言，饮食更是生命线。然而，一谈到抗癌饮食，坊间流传许多偏方。有人说完全不吃糖，饿死癌细胞；有人主张全素食才能抗癌，还有人天天找寻某种超级食物，期待一口吞下就能消灭肿瘤。面对这么多资讯，难怪病友们无所适从。然而，残酷的现实是，极端的断食可能弊大于利。所谓的奇迹食物往往徒有其名，而真正有效的抗癌饮食原则其实朴实无华，均衡营养，保持体力，不让身体陷入营养不良。我们先来揭穿一个迷思，饿死癌细胞。癌细胞确实喜欢消耗葡萄糖，但你要完全断绝糖分。首先，癌恶受伤的是你的正常细胞。你的身体在饥饿时会进入紧急状态，反而分泌更多的压力激素，可能促使某些癌细胞进入休眠状态，暂避锋芒，等待你在进食时卷土重来。同时，你整个人的免疫功能也因营养不足而削弱，对癌细胞的监视更松懈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，你饿瘦了自己，却没有饿死癌。所以，盲目绝食断糖并不可取。另一个极端是过度进补或迷信单一食物。有些病友听信偏方，天天猛吃某种所谓抗癌食材，例如号称抗癌的某种蘑菇、姜黄、维他命高剂量等等，却忽视了全面营养的重要性。癌症患者的身体状态很微妙，需要各种营养素共同作用来维持机能。过度强调单一食物可能导致营养失衡，反而不利于恢复。那么究竟怎么吃才能既不喂养癌细胞，又不饿着自己呢？这里我们不谈玄虚的东西，只给出几条实实在在的原则，保证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。癌症和治疗常让人消瘦、肌肉流失，但肌肉是身体免疫力和复原力的储备。如果任由体重骤降，肌肉大量流失，你的身体就缺少与癌症周旋的本钱。医学上有个专门名词叫恶病质，指的就是癌症末期常见的极度消瘦、无食欲、全身衰弱的状态。很多癌末病人最终离世，不完全是肿瘤本身压迫致命，而是恶病质让身体器官耗竭。要避免走到那一步，就得从一开始积极防范营养不良，尤其蛋白质摄取要充足，因为它是维修组织和支持免疫细胞的材料。鱼、瘦肉、蛋、大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要适量吃。如果食欲不佳，少量多餐，或者咨询营养师使用高蛋白营养补充品，均衡多元，拒绝精致过头的饮食。癌症患者饮食应该像一道彩虹，包含五颜六色的蔬果，以摄取各种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、植化素，这些抗氧化物质有助减少体内慢性发炎，营造一个癌细胞不喜欢的环境。同时，要避免过多摄取精制糖和高脂高盐加工食品。并不是说糖本身是毒药，
但大量的精制糖会导致胰岛素飙升和发炎反应，可能间接促进某些癌细胞生长，所以甜食要节制，但不需完全杜绝水果等天然碳水化合物。另外，酒精也应该限量，因为酒精代谢产物乙全是已知的致癌物质之一。适量的全谷杂粮、豆类、坚果、健康油脂，例如橄榄油、深海鱼油，则有助提供稳定能量和抗发炎作用，照顾肠胃，保持良好食欲。许多癌症治疗副作用之一就是恶心、呕吐、口味改变，让病人吃不下东西。这时更要讲究饮食方法，可以少量多餐，食物做得清淡爽口些，避免油腻和浓重调味。充足的水分摄取也不能少，因为良好的水合作用有助代谢废物，减轻治疗副作用。如果真的因治疗反应太强吃不下，也别硬撑，先与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暂停治疗几天或使用止吐药，同时利用点滴营养或流质饮食来度过难关，挺过急性期，再慢慢恢复饮食。一旦身体允许，就尽快恢复进食，哪怕一开始只能吃流质或半流质，也总比完全不吃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些平价的老药其实也有抗癌潜力，虽然它们并非吃的食物，但可以视作饮食的辅助。例如常见的阿司匹林，长期低剂量服用，据研究对某些大肠癌患者有降低复发风险的效果。又如糖尿病药2甲双胍，科学家发现它有抑制肿瘤能量代谢的作用，正在研究是否能用于癌症辅助治疗。但是这些药物毕竟不是人人适用，需在医师评估下使用，绝不能自己乱吃。之所以提到它们，是想说明不一定最贵最新的东西才有效，有时平常的药物和营养就能起奇效。然而许多临床医师不会主动提及这些老药新用，因为还没纳入正式指引，或者怕病人误用。但作为病人或家属，你不妨开放心态，多询问，多了解。医生若评估觉得合适，可以考虑纳入整体治疗策略。归根结底，饮食这一关，原则重于细节，让身体吃得消，吸收到够营养，就是最好的抗癌餐单。如果要说有哪一道神奇妙方能抗癌，那就是家常便饭，但用心准备。每一口饭菜都带着对生命的爱惜与希望。医生或许不会详述饮食该怎么安排，但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成为营养后勤的指挥官，别让身体挨饿，也别让癌细胞吃得开心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强壮我们自己，饿着癌细胞。3. 运动，让免疫细胞充满战斗力。在很多人印象中，癌症病人应该好好卧床休息，保存体力。治疗一结束，家人也常叮嘱，你现在身子虚，好好躺着别动。乍听之下，这似乎有理，毕竟刚经历手术或化疗的人确实虚弱。但是长期的静躺不动，反而会让你更虚弱，甚至削弱你战胜癌症的实力。试想两种极端情况，甲患者治疗后天天卧床，肌肉日渐萎缩，心肺功能每况愈下。乙患者在治疗间隙，根据自己体能进行散步、伸展，逐步恢复运动习惯，让身体器官重新活跃起来。几个月下来，谁的体力更好？一旦有并发症或需要追加治疗，谁更扛得住？答案不言自明。科学研究早已证实，规律运动对癌症患者有着惊人的好处。有国际大型研究针对结肠癌存活者发现，每周进行中等强度运动几小时的患者，复发率降低将近30%，死亡风险下降约40%。在乳癌、前列腺癌等常见癌种中，也有类似的统计。运动习惯良好的病人，整体存活几率远远高于久坐不动者。为什么运动有如此魔力？首先，运动改善心肺功能，等于提升身体的供氧和营养输送能力。肿瘤往往会造成局部缺氧环境，让癌细胞更具侵略性。适度运动可以增加全身的氧气供应，抑制癌细胞在低氧中获取优势。此外，运动时肌肉收缩挤压淋巴管和血管，加速淋巴循环和血液流动。这就像在体内巡逻的士兵开快车巡营一样，免疫细胞能更频繁地巡视全身，及早发现并围剿残存的癌细胞。不仅如此，
运动本身也能直接影响癌细胞的生存环境，比如运动可以降低体内发炎因子的水平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这些变化都让癌细胞日子更难过。反之，长期不动的人常会出现肥胖、慢性发炎等状态，这些因素其实正好帮了癌细胞的忙。脂肪组织会分泌一些促发炎和促细胞增殖的激素，体内慢性发炎环境相当于为癌细胞铺了一张温床，所以透过运动保持适当体重，降低体脂肪，也是间接断绝癌细胞的后勤补给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运动应该量力而为，安全为上，并非要你去跑马拉松或做剧烈健身房训练。一开始可能只是每天在家里客厅走动几圈，随着体力恢复，再逐渐增加运动量。医学建议，若体况允许，还有每周应累积至少5天运动，每次30分钟中等强度，走路走到有点喘，微微出汗为度。如果体能更好，也可以尝试每周几次稍高强度的运动，例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等，每次15分钟以上。除了有氧运动、肌力训练，如弹力带练习、轻度重量训练和柔软度平衡训练、伸展、瑜伽等也别忽视，因为它们可以防止肌肉流失，提升平衡能力，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。有人也许会担心，化疗期间那么累，真的能运动吗？其实，运动不一定非要一口气完成多少分钟，可以把一次运动拆成几小段，比如早中晚各走10分钟，只要累积起来够量就行。如果某天实在身体状况不佳，就休息，但状况好转就应该继续动起来，哪怕只是坐在椅子上做抬腿、举手的简单动作，都比整天躺平强。身体是讲求用进废退的，你给它适当的刺激锻炼，它就会适应变强，你让它闲置过久，机能就会退化。有经验的医师会告诉你，把运动当成处方的一部分。国外一些肿瘤中心已经把运动复健纳入癌症治疗指南，医生会开运动处方，指导患者如何运动。可是在我们日常的就诊中，多数医生可能只轻描淡写的说一句适当活动活动，就把这话带过去。他们或许顾虑到每个病人情况不同，不敢一概而论，也或许本身对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。但你现在知道了，运动其实是提高存活率的关键之一。让我们回到战场的比喻，如果癌症对决是一场持久战，你的身体就是你的兵工厂，运动则是在锻造更锋利的武器，招募更强壮的士兵。当你通过运动让心跳加速，汗水淋漓时，不要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体能活动，你的免疫大军正在训练，变得更勇猛。反观那些癌细胞，他们最怕你动起来，血流加速，免疫细胞感到他们老巢，因为那意味着无所遁形。运动后你可能感到疲惫，但那是良性疲惫，随着休息会恢复，并且你会一天比一天强健。而长期不动造成的疲惫却是病态疲惫，哪怕躺着也日渐虚弱。总之，别再把自己当作病恹恹的瓷娃娃，只要医生未特别禁止，有些情况如手术当天白血球极低时需要暂避剧烈运动，就勇敢的科学地动起来吧。运动这件事，也许医生没细说，但你做了绝对有大大的好处，它会让你在癌症之路上走得更稳健、更长远。4. 心情，心理的战场同样决定胜负。谈完了身体的3大将军：睡眠、饮食、运动，最后这位将军往往被人忽视，却至关重要，那就是心情，或者说你的心理状态。抗癌之路不仅是对身体的考验，更是对心理的煎熬。恐惧、焦虑、抑郁、绝望，这些负面情绪就像暗流，随时可能把人吞没。而令人惊奇的是，情绪和精神状态竟然能反过来影响癌症的病程。先来听一个真实又令人心碎的故事。一位罹患癌症的女教师在经历手术后，医生告诉她切除干净了，可以出院休养。按理说这是好消息，家人也松了一口气。然而谁也没料到，就在准备出院的前一夜，这位老师因为无法承受内心的恐惧，在医院外的高楼一跃而下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医生和家属都震惊不已。
癌症本身并没有夺走他的生命，夺走他生命的是对癌症的恐惧和心理压力。这故事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，癌症病人的心理压力若得不到疏解，后果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。很多医生不约而同观察到，凡是满怀绝望、终日抑郁的患者，他们的病程往往比较坎坷，身体状况也较差。相反，那些心态积极、情绪平和的患者更能配合治疗，度过难关，甚至有许多超乎预期的康复案例。不是说光靠乐观就能战胜癌症，但乐观的人确实更容易战胜癌症，或者至少活得更有品质、更长久。这里有生理层面的原因，当人处在巨大压力或抑郁中时，压力荷尔蒙如肾上腺素、皮质醇会长期处于高位。短期的压力反应本是人体的自我保护，比如临危逃生时给你力量，但长期的高压力会严重削弱免疫系统。皮质醇过高会抑制淋巴细胞的功能，让免疫大军无精打采，而交感神经长期紧绷，还可能直接影响肿瘤微环境，令癌细胞更易转移。更不用说，情绪低落的人，往往行为上也缺乏动力，不愿按时吃饭，不愿出门活动，懒得和医生沟通，对治疗得过且过，这些都会间接导致治疗效果变差。反之，当一个人怀抱希望，情绪稳定时，身体处于相对放松的副交感神经状态，免疫系统能更从容地运作。乐观并不会让癌细胞神奇消失，但它能让你不被癌症打垮。很多癌友分享经验时都提到，心情好的时候，食欲也比较好，睡眠也安稳，疗程副作用都减轻了不少。而情绪崩溃时，整个人虚弱下去，仿佛连药效都被抵消了。医学研究也发现，癌症患者中伴有严重抑郁症状的，其死亡率比没有抑郁的患者高出许多个百分点。可见，保持心理健康对存活率的影响并非玄谈。问题在于，叫一个刚被诊断癌症或正在经受化疗折磨的人，你要想开点，保持乐观，未免太过理想化，甚至残忍。医生有时也明白心理建设的重要，但他们大多没有受过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训练，而且门诊时间有限，很难深入开导病人。所以90%医生不会告诉你的另一件事就是如何调适心情。这并不是因为医生不关心，而是很多时候医生也爱莫能助。但我们不能忽视这块战场，因为心理战场的胜负有时会决定生理战场的成败。那么具体该怎么做才能调整心态呢？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以下几个方法对许多人都有帮助。倾诉与支持，不要把恐惧闷在心里，找到能让你敞开心扉的人，可能是家人、朋友，或者同为癌友的伙伴，分享你的担忧和感受，光是说出来，心中的巨石就卸下一半。如果觉得身边人难以理解你的处境，不妨寻找癌症支持团体，在那里你会发现有人正经历类似的挑战，彼此鼓励的力量非常惊人。很多癌症病房里，病友之间互相打气加油，结成了生死之交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彼此的痛。寻求专业心理咨询，心理咨询并不丢人。癌症确诊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创伤事件，专业的心理师可以教你疏解焦虑的技巧，帮你逐步接受现实，面对未来。有些大医院肿瘤科其实配有心理师或社工，如果医生没有主动提，你也可以主动询问相关资源。适当时，精神科医师甚至可以开一些抗焦虑或抗抑郁的药物，帮助你度过情绪的至暗时刻。正如治疗身体需要药，治疗心灵该用药时也不要抗拒。冥想放松练习，科学研究显示，正念冥想等放松技巧可以有效降低压力荷尔蒙水平，增强免疫功能。每天抽出15分钟，闭上眼睛，关注自己的呼吸，或透过引导语音进行放松训练，能让内心的巨浪慢慢平息。另外，像深呼吸练习、渐进式肌肉放松法这类技巧都很容易学习。在焦虑快爆发时，不妨试试深吸一口气，再慢慢吐气，如此反复10次，你会发现心跳在减慢，思绪也稍稍平静了。保持爱好与日常，不要因为得了癌症就让生活只剩下癌症。
继续做你喜欢的事情，哪怕只是看看书、听听音乐、养养花、逗逗宠物，都能给你带来一丝生活的正常感和愉悦感。有的人喜欢写日记，把每天的心情、身体状况记下来，这不仅是一种情绪出口，日后回顾时，你还会惊讶发现自己走过了多远，战胜了多少困难。也有人发现幽默和笑是良药，会看喜剧影片、相声来给自己解闷。笑的时候，身体会释放内啡肽等让人愉快的物质，短暂减轻疼痛，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。即使只是片刻开怀，也是在给生命注入活力。建立现实且积极的信念，盲目乐观和绝望悲观都不可取。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的勇气，以及在现实中寻找希望的智慧。或许完全治愈有难度，但努力之下把癌症当成慢性病长期带着，也是一种胜利。给自己设定一个个小目标，比如完成几个疗程后去一次短途旅行，或参加孩子的某个重要活动。每实现一个目标，你就更有信心。同时也允许自己偶尔沮丧流泪，别压抑情绪，但哭过之后记得重振旗鼓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很脆弱，但我依然会尽力而为。心理调试的过程其实就像是为你的抗癌军队注入军心。士气高昂时，哪怕武器稍逊也能出奇制胜；士气低迷时，再好的装备也难逃溃败。不要小看你的精神力量，人在极限时爆发出的意志可能扭转乾坤。医生或许没告诉你要怎么面对心理挑战，但现在你知道了，这绝对是抗癌方法的一部分。当情绪这位将军站稳了阵脚，其他睡眠、营养、运动三元大将才能更好的发挥功效，把身体状态推向最佳。你才是改变战局的关键。讨论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揭晓答案了。那个9成医生不会告诉你的抗癌方法，其实就是充分调动你自己身上的抗癌潜能，让身体和心理成为对抗癌症的强大助力。一句话总结，就是改变肿瘤为环境，也就是改变你身体内部的环境。肿瘤学里有个著名的理论叫种子与土壤，癌细胞是种子，而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是土壤。过去医生们专注于除草杀种子，但现在他们意识到，如果土壤不改良，野草还是会春风吹又生。我们上述讲的睡眠、饮食、运动、心情，其实就是在改良这片土壤，让你的身体土壤更健康，更不利于肿瘤生长。当土壤贫瘠了，癌细胞就算还有漏网之鱼，也难以疯狂蔓延。反之，如果土壤肥沃，比如充满炎症因子、糖分过高、免疫无力等，哪怕只剩几颗癌细胞，也可能东山再起。这道理医生们不是不明白，但他们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门诊短短几分钟，他要看报告、开药、安排治疗，已经焦头烂额，实在难以坐下来跟病人说，你回家后每天运动半小时，睡眠要规律，放宽心情，好好吃饭。更何况有些医生自己也不一定是生活方式的典范，所以这个环节只能靠我们自己补上。或许有人会问，我努力改变生活习惯，真的能对抗癌症吗？当然，我们不是说光靠这些就能取代手术、化疗等医疗手段，但临床上大量经验证明了，患者的身体状态和心态对治疗效果和预后有极大影响。同样的手术，同样的药，有的人恢复神速，肿瘤不易复发，有的人却并发症多，反复转移。差别往往就在于谁的身体基础更好，免疫功能更强，心理韧性更足，而这些因素正是可以透过后天努力来改善的。医学进步到今天，我们已经不再将癌症全看作绝症，许多癌症在早期已可治愈，晚期也有机会靠新疗法长期带瘤生存。目标是把癌症慢性病化，也就是说，不能根除也没关系，我们设法控制它，管理它，就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，伴随一生，但不致命。而要与癌共存，打持久战，医生提供的治疗固然是主力武器，但患者自身的生活管理则是决定战局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。想象2架马车并行，一架是医疗科技的马车，手术、药物、
放射等，另一架是生活方式的马车，睡眠、营养、运动、心理，只有双轮齐驱，才能把生命这辆车稳稳地带向远方。任何一轮掉链子，车都可能翻覆。还记得我们开头说的，只要做对一件事，存活率更高吗？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一件事其实是一整套身心并举的策略。简而言之，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把自己当作抗癌团队的重要一员，而不仅仅是治疗的被动接受者。你要做自己的教练，训练那4位将军，各就各位，按时上床睡觉是你每天给免疫系统的军备保养，好好吃饭是给身体弹药补给，勤加活动是演习操练，增强战力，调试心情则是稳住军心士气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这些道理听起来并不新鲜，早就知道要早睡早起，均衡饮食，适量运动，保持愉快心情了。但是知道归知道，能不能坚持去做，系统的去做，差别可就大了。我们常常低估这些习惯的力量，其实很多癌症奇迹的背后，就是频繁习惯的坚持。比如有位晚期患者，透过每天规律运动和营养调理，体重从虚弱状态恢复，争取到了继续化疗的资格，最后成功抑制了肿瘤。又比如某位被判不治的病人，没有奇迹药可用，干脆搬到乡下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吃天然简单的饮食，配合打坐冥想，结果几个月后，肿瘤缩小到医生都惊讶。这些故事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复制得了，但至少它告诉我们方向，照顾好身心，永远不会是错的。最后，让我们再次强调，这一切并不是要你拒绝医生的治疗而独自战斗，相反地，我们是希望你能成为治疗团队的主动合作者。医生负责对付癌细胞，你负责照顾好你整个人，双管齐下，才能将癌症逼入绝境。也希望你把从这里了解到的方法与你的主治医师讨论，获得专业人员的支持与指导，比如询问医生有没有癌症，营养门诊可转介，哪些运动在你的情况下安全可行，是否需要找临床心理师聊一聊等等。当医疗资源与你的自主努力结合，你就打造出一个衔接紧密的抗癌堡垒。回到那句让人好奇的标题，9成医生不会告诉你的抗癌方法。现在看来，这既不是什么阴谋论，也不是什么仙丹秘方，而是一直在我们手中的钥匙。只不过以前也许缺乏人提醒，我们自己也低估了它。幸运的是，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而且这方法的好处远不止于对抗癌症，哪怕是健康人，遵循这些原则也能远离癌症，增强体质。可以说，它适用于每一个关心自己健康的人。人生难免遭遇风暴，癌症是极其残酷的一种，但既然走上这战场，我们就要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。别忘了，你自己的力量有时远超你的想象。医生治病，你治人，治愈那个受伤的自己，重建健康的生活节奏。医生不说，并不代表这不重要，恰恰相反，往往是最重要的部分，才需要我们自己去领悟和实践。希望每一位正在与癌症奋战的朋友，都能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睡一觉，好好吃一饭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开心的笑一笑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就是在一点一滴筑起你的长城。当身体的内在环境变得强大清朗，癌细胞将无处容身。我们终将明白，战胜癌症从来不是奇迹，而是科学与毅力、治疗与自助的共同结果。让我们以最平凡却也最有力的一句话作结：身心强大，癌魔自退。这就是那个隐藏在医嘱之外的秘方，也是存活率更高的关键所在。现在你已掌握了这把钥匙，为了自己的生命，把它用起来吧。相信自己，为自己而战，你并不孤单。医生在努力，科学在进步，而你的身体和意志也在和你并肩作战。祝愿所有人都能在这场战役中获得胜利，迎来健康的明天。